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平時上網睇人教睇貓，嚟嚟去去都係睇下條尾點喐啦，有冇變飛機耳啊？又或者睇埋肉球形狀去估性格，呢啲入門級嘢 Google 一揾就大把啦。但原來喺外國一班資深貓奴同自家繁殖嘅圈子入面啊，就有一套自認好少睇錯嘅睇貓大法，話可以連掂都唔使掂隻貓，淨係望下個面相、步姿同日常小動作就可以推測到佢嘅性格、智商、壓力狀態，甚至身體健康有冇潛在問題。今集我哋就同大家介紹呢套好似幫隻貓睇相咁嘅學問，到底佢算唔算有根有據呢？答案就留返俾你哋自己感受下。記住睇到最後啦！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主子裝傻，聰明貓的三大特徵。養貓養得越耐，你可能都懷疑過自己隻貓其實好聰明啊，平時只係扮傻居多。不如試下用以下呢三個特徵對比啊，睇下佢哋到底係深藏不露，定係純粹得個學呢？首先你要望下佢對眼啊，聰明嘅貓一見到新嘢，眼神1秒之內就會鎖定。如果你行近啲睇，仲會發覺佢嘅瞳孔啊，會隨住光線同環境即時調整。當佢望住你，你甚至會 feel 到佢好似分析緊你，帶有一種壓迫感。相反，慢半拍嘅貓對眼長期都好似靈魂出竅咁啊！你攞個玩具喺佢面前撩佢，佢嘅反應好似溺機咁咯，要成半秒先識得對焦啊！有時佢仲會無啦啦望住空氣喺度放空，甚至連條脷尖伸咗出嚟都唔知啊！呢種情況通常只有一個解釋，佢個大腦暫時收唔到信號咯。第二，你要睇埋佢嘅感官細節啊！聰明嘅貓就算閉目養神，兩隻耳仔都會好似獨立雷達咁，分開方向去轉，開住全方位監聽模式啊！同時，佢哋嘅鬍鬚會自然向前頂，好似把線咁根根分明，望落充滿自信啊！呢種面相代表佢哋嘅探索欲同控制欲極強啊！喺當貓家庭入面，唔係做開大佬，就係帶頭搞破壞嘅軍師。而現實中做到大佬嘅貓呢，通常都有一種大將之風啊，反而經常蝦氣，少少嘢就炸晒毛，裝腔作勢先係爭輸地盤嘅弱者啊。至於超慣嘅貓，佢哋兩隻耳仔一係唔喐，一喐呢就要兩隻一齊轉，完全做唔到單獨控制啊。連啲鬍鬚都好似雜草咁亂七八糟。呢類貓日常生活成日撞板，唔係跳上台跌落嚟，就係打瀉水碗啊！連自己啲鬍鬚都會成日折斷，唔使講都知啊！佢冇咗你一定唔得啦。最後就要睇埋佢嘅步姿啦。醒目嘅貓行起路上嚟，成個身定到好似有防震咁啊！個頭幾乎唔會點喐。就算地下放咗隻臭馬，佢都可以好優雅咁繞過，連條毛都唔會掂到，而且行路完全係靜音模式啊，好清楚踩邊度先唔會發出聲響。相反，論盡有大頭蝦嘅貓，行路腳步聲通常好重啊，而且平時都冇乜點睇路，行下撞埋台腳，要等到嘭一聲先識得醒啊。假裝放鬆，隱藏的壓力指標。接落嚟睇條尾、飛機耳呢啲入門嘢，我哋會直接 skip 啊。睇下比較少人留意貓嘅面相細緻，某程度上呢啲先係佢哋心入面嘅壓力指標啊。好多人見到隻貓半眯埋眼，就以為佢一定係好眼瞓或者好放鬆啦。但其實魔鬼就在細節啊！真正放鬆想瞓嘅貓，眼皮會慢慢垂低，面部肌肉完全放軟啊，耳仔亦會喐得好慢咁。相反，如果佢雖然半眯埋眼啊，
但眼神仲喺度掃緊附近周圍嘅環境，面部肌肉有啲繃緊咁，兩隻耳仔仲好似雷達咁轉嚟轉去，通常代表佢其實處於戒備狀態啊，根本冇放鬆過咯。甚至去到瞓覺嘅時候，如果你見到佢四隻腳嘅腳趾仲好似喺度用力咁抓實個地面或者床墊，準備隨時彈起身咁，呢種防禦式嘅睡眠啊，就代表佢對周圍環境仲未完全信任啊。真正安心瞓到好似攤屍咁嘅貓，四隻腳趾應該全部放軟晒，好自然咁攤開噶。你有冇發現啊？有時你行近隻貓度，佢明明冇擰轉頭望你啊，但個背脊突然自己震咗幾下，呢個動作代表佢開始有啲敏感啦，用身體同你講緊唔好煩我啦。另外一隻健康開心嘅貓啊，塊面同鬍鬚底部通常都係乾爽，冇乜油膩感嘅。但如果最近環境有變，例如搬屋，主人少咗陪佢，或者飲食唔穩定，有啲貓塊面就會開始出油啦，甚至個下巴成日生黑頭，有啡色分泌物咁咯。呢啲變化未必代表身體有病，通常反映佢生活節奏亂咗，最近壓力比較大咯。如果貓長期處於壓力環境，例如同屋企其他貓狗相處唔嚟啊，或者爭地盤，佢哋嘅面部、耳仔同眼睛狀態都會慢慢改變。例如由眉心到耳仔之間嘅肌肉會變得繃緊，望落去好似多咗一條好淡嘅倒 V 型陰影啊，好似皺緊眉咁啊。另外耳尖亦會微微向下垂或者向後縮，甚至耳仔邊啊都會多咗一啲好似頭皮屑咁嘅嘢。又或者眼角會開始出現一啲深色，長期都有嘅分泌物。如果呢啲類痕摸落仲係濕濕地，多數都係短期發炎或者受到刺激啦。但如果已經乾晒，顏色越嚟越深，再加上見佢眼神閃縮，咁就有機會係同長期壓力或者生活緊張有關啦。外觀與行為異常，隱性的健康警號。安全提示：以下分享主要集中一啲比較隱性平時未必留意到嘅特徵，俾大家作為輔助參考，並非醫學建議。記住，觀察唔等於斷症。貓好擅長隱藏痛楚，如有懷疑，最好盡快帶佢去睇獸醫啦。一般喺光線穩定嘅室內環境，如果隻貓瞳孔突然放大晒，眼神呆滯，通常有機會代表佢可能好焦慮，或者身體某個部位有痛楚。另外，如果佢眼角經常見到第三眼簾嗰層白色薄霧露出，就算只係少少得1毫米，望落冇精神，都有機會係身體唔舒服、發燒或者脫水嘅警號。仲有，如果佢原本正常嘅鬍鬚變得好容易分叉、截斷，或者嘴角出現不自覺輕微抽動，呢啲情況通常有機會同身體狀態嘅變化有關，例如營養不足或者神經系統出現問題嘅早期信號。如果你見到隻貓行到去水碗前面，唔係即刻飲水，而係耷低頭對住水面定格猶豫咗3至5秒，又或者飲完嗰2啖之後，條脷都冇完全收返，嘴角仲微微喐下喐下咁，呢種情況有機會係身體已經唔舒服啦，例如腸胃或者腎功能開始有壓力，又或者係外表未必睇得出嘅牙肉發炎同潰瘍之類嘅問題。簡單講，即係佢嗰刻雖然好口渴，但一飲水就會令佢好唔舒服，甚至會痛，佢先至會咁猶豫。當你見到隻貓行路嘅姿勢突然好似行 catwalk 咁，屁股左右大力擺，或者後腳落地歪歪地，條尾成條塌晒，佢真係唔係扮型，而係後腿關節或者脊椎可能係痛緊。
逼住要用扭腰同臀部發力，等自己行得喐啊。另外，當佢成日將個下巴抬高，但對眼又向下望，其實好可能係佢呼吸唔順，要用呢個姿勢幫自己條氣管拉返直，等吸氣易啲啦。如果再見到佢個鼻哥窿張大，肚皮起伏好明顯，就算冇開口喘氣，都代表佢可能已經唔夠氣，都幾辛苦下啦。最後更加要留意，一隻平時好黐人嘅貓，如果突然長時間匿埋喺衣櫃或者梳化底啲陰暗角落，而你又好肯定冇激嬲或者嚇親佢，咁呢個好可能係佢身體極度唔舒服，默默向你發出緊嘅求救警號啊！睇到呢度，無論你信唔信上面嗰套睇貓大法啊，總之平時望多兩眼主子嘅微表情同身體語言嘅變化，當你開始肯花心思花時間去解讀佢哋嘅貓語，你就會發現你同佢之間嘅距離其實可以比貓同貓之間更接近啊！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